嘿，大家好，我是悟空。那如你所见，今天我们来分享就是这台 ON 4K Pro。那这款盒子实际上已经发售了大概2个月时间了。其实我上个月就已经买到了，一直没有做这个视频。那今天呢，我们就看看这个 ON 4K Pro 在提升了配置之后，它的表现看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开箱的就是这个沃尔玛这个 ON 的电视盒子。这台呢是上一代产品是 4K， 而这台呢是 4K Pro。听名字就不难看出，肯定它是有所升级的。比如说它内存规格升级了，存储空间升级了 ，WiFi 升级了，然后 HDR 升级了，然后杜比音效升级了。大家可以看到它搭载的系统呢是 Google TV， 然后同时它支持的流媒体数量呢跟之前是一样都不变，包括油管呐、奈飞啊什么都可以啊。然后从 HDR 呢升级到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这一块呢，它具体支持到什么程度，等一下我们后面再测。那其实这背面已经贴出了它的规格，当然这个字可能比较小，回头我贴在屏幕上方。这台呢，实际上我之前已经开过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它的一个说明书，而且说明书还很厚。它电源适配器的规格呢是12伏 1.5 安，很显然要比之前的 ON 要大了很多。这个大小差不多是跟 Apple TV 的大小差不多。这个包装啊有点果味十足啊。OK， 那最下面呢它是一个脚垫，然后写着它的一些规格。表面上就跟一个小音箱，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个谷歌的音箱，是差不多的啊。这次呢，据说它还支持这个谷歌的语音助理，貌似这是一个小音箱的设计。可以看到这个机器还是蛮精致的。最左侧呢是一个 Reset 按键，这边是一个百兆的网口非常遗憾不是千兆的。这边呢是 HDMI 的接口USB 3.0， 还有一个 DC 输入。这边貌似是有一个这个语音助理的开关吧。貌似是那个语音的开关，也就是麦克风的这个开关。好，就这么多整体呢确实比之前沉了很多因为比之前体大了很多。但是整体这个机器就是这个电视盒子质感是非常好的，在我看来绝对是属于第一梯队的。这边还有一个附赠的一个 1.5 米线长的 HDMI 的线。附赠了这个7号电池，这个遥控器呢，可能大家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因为现在这种流媒体电视盒子基本都是配这种遥控器的模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通电开机测试一下吧。好，接下来我们就通电开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指示灯呢，就一个一个的开始亮起来了，直到这个指示灯呢全部熄灭，就基本上就进入到谷歌 TV 的界面了。然后在开机之后呢，我测试一下功耗，大概是 2.5 瓦左右，还是比较节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标准的一个 Google TV 的系统。那这次呢是基于这个安卓12。我们首先看一下整体这个界面的 UI 风格，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系统设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这个时间呢也是正常的。基本上所有的安卓原生 TV 呢，初始化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这个网络是不是正常的，尤其是这个地方，它是显示网络受限还是显示已连接。那如果说这边显示的是网络受限，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我那个盒子助手那个 Docker 版调整一下，使用这个一键 NTP， 然后并且调整一下时区。这个系统下面有一个日期和时间，那建议各位呢把这个地方设置时区设置成手动的，就是中国标准时间，不然的话它可能会跟随着节点来回的变化。然后第一个选项是自动使用网络时间，在确保你的时间时区都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再开始用这个盒子。我们首先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设置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的这个 UI 风格呢跟谷歌 TV 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的整体的一个设置菜单的完善度呢也比较高。第一个选项呢是显示和声音，这应该是所有电视盒子最重要的一部分。首先是 CEC 默认是打开的，那如果说你电视机也支持 CEC 的话，电视机的遥控器也可以控制电视盒子。接下来是分辨率默认情况下我们大家选择自动就可以了，它会自动去分辨你的这个电视机。再有就是重要的这个动态范围和颜色格式。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一个偏好设定的，那默认情况下它是偏好 HDR 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设置任何偏好，就是普通的 SDR。如果说你的电视机支持杜比世界的话，那你也可以勾选这个杜比世界。那这个偏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播放一些杜比世界或者 HDR 偏远的时候，它才会自动去取用。所以第二个选项，我建议各位呢，就是选择这个匹配内容，因为如果你始终显示 HDR 内容的话，那你整体的这个 UI 操作界面就会有点发灰。下面这个颜色格式呢，其实一般情况下选择默认就可以了，因为默认它的兼容度是最高的。因为不同电视机它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保险起见，
还是选择这个默认的。下面一项是帧速率，帧速率呢，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启用，这个可能还是需要配合电视机的。那如果说你电视机正好也是支持那种帧速率来回变化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流畅或者非流畅都可以。因为我这边我电视机可能没这个功能，所以我这边就直接勾选这个永步。声音这一块呢，就是如果说你接的是功放这个地方，你可以进行一些高级的设定，比如说选择手动，然后你可以自己手动设定。但是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这个自动就可以了。至于这个音频直通这个方面，回头我们接这个功放再测试。现在接的是采集卡，实在是看不出来。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遥控器，默认呢我已经连接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呢是支持红外、蓝牙还有这个 CEC 的。点击这个设置遥控器按钮，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音量控制和电源按钮。这里边的音量控制呢，它有2项啊，一个是独立音量，就是下面这个 ONN 这个，点击这个音量加减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 dialog， 控制的就是你电视盒子本身。这次这 ONN 呢比较有特点，还能够显出几个指示灯。然后最上面这个选项呢是自动，说你的电视机呢支持 CEC，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动模式啊。如果实在识别不了，你再用这个独立音量。我觉得有这个独立音量呢，就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不像 Fire TV 似的 ，Fire TV 的话它是没有这个选项的，没有独立音量。然后电源按钮呢也是同样的。你也可以选择这个独立电源。再来呢，就是这次这个 ONN 呢增加了一个寻找遥控器的功能，就是我们选择这一项，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播放，然后你的遥控器呢就会发出那个声音，你就可以找到遥控器了。机身上也有一个按钮是单独找这个遥控器的，这个还是挺贴心的嘛，一个小功能，可有可无，但是有总比没有好。那其他方面呢，它支持任何蓝牙的设备。比如说什么手柄啊、蓝牙键盘呐、鼠标啊，那么你如果需要的话，在这边直接点击配对。那我在这里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就是 PS5 的手柄，目前呢我已经配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鼠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这个鼠标在动，实际上我是在触摸，那说明它是已经是配对的状态，上下左右都没有问题啊。当然了，其他的手柄也是一样的，我这里只是拿这个 PS5 做一个举例。当然，像最普通的一些蓝牙的手柄，几十块钱的蓝牙手柄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谷歌 TV 的系统呢，兼容的这个手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来就是这个隐私设置，在这个隐私设置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安全，这2个选项呢，我建议都关闭。那如果第一个选项开启的话，你每次安装第三方应用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 dialog， 就非常的烦。包括下面那个最好也是不要勾选。当然这些功能呢表面上都是为你好，但是实际上给新手增加了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把它关闭。那实际上这个隐私设置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谷歌助理。那默认情况下它是开启了语音控制，但是没有开启这个免持麦克风。这个免持麦克风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翻译成咱们大陆的语言呢，就是原厂语音，就是说如果你勾选这一项，那么你就可以搭配这个词你可以搭配这个词来唤醒这个语音助理。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测试。OK Google， 好，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唤醒了，对吧？这个灯已经亮了。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你家里边正好有原生的手机，那它会把你的原生的手机也会唤醒。也就是说，这个操作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声纹识别的，任何人都可以讲这句话。OK Google， 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和我的电视盒子同时做了响应，所以这个是稍微有点尴尬的地方。当然，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原生手机的，也倒无所谓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测试一下这个本地的包括这个音频直通这方面我们看看这个杜比 True HD 能不能直通，或者 DTS 能不能直通我们打开 MB 这个软件。好，假如说这是一个本地的服务器，那我们找一个 DTS 的影片这边我收藏了一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音频格式呢是 DTS HD Master， 然后并且它的视频格式呢是杜比世界。我们看看它分别能不能解码。好，目前它已经播放出来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显示的是杜比世界。那在视频方面，它肯定是正确解码的，对吧？然后在音频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功放上写的是 DTS，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直通 DTS HD。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果然跟我估计的一样的，因为它用的 CPU 呢跟这个小米盒子是同款。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测试一下杜比无损。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的音频格式呢是杜比 True HD， 在视频方面它很快就轻松的解码出来了。那右侧呢是它的播放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功放显示的是兼容模式，就是杜比数字。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是有声音的，但是呢
这个声音并不是直通的。那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这个盒子呢是不支持 DTS HD 以及杜比垂直地无损的直通的，所以大家还是把它当流媒体盒子来看待。我们再看一下奈飞的情况，可以看到它最高支持 4K 杜比全景声和杜比世界当然了，前提是你的电视机也得支持这个杜比世界才可以目前已经成功的点亮了具体的我就不给大家播放了相信大家对这些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油管，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分辨率呢是用1920×1080×2，也就是说 4K 的这个显示模式这个 AV1 编码的视频已经正确的解码，颜色映射也正确。这个视频呢是一个 HLG 的视频，也就是 HDR 的一种规格。当然有的小伙伴问说是不是支持杜比世界，这个没办法支持，因为现在的官方的这个油管呢它本身就不支持杜比世界这个跟盒子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它的客户端它没有这么设计，所以目前你看到的最高的规格应该就是油管的 HDR 规格。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常用的这个迪士尼。这个迪士尼呢理论上也支持这个双杜比，比如说这个钢铁侠2或者说这个钢铁侠3都已经点亮了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死侍2这些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有一个标志，就是杜比全景声和杜比世界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因为版权的原因就不在这里播放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测试一下 WiFi 的速度，然后我们这边选择一个测速节点这里面离我最近的可能就是这个大连联通了。好，我们选择这个大连联通。好，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跑到490左右平均下来480，还是没有到500。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的测速的节点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这边恰好是在北京嘛没有相关的服务器，所以测出来的顶多是480左右。当然我觉得这个速度已经相当理想了，基本上我觉得可以脱离这个有线了。那说到有线呢，我们也测试一下，这次我们使用这个螃蟹8153方案的一个 USB 千兆网卡。好，那接好网线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识别了变成一个这个小电脑的标志，证明现在是有线的状态。我们再测试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行呢是900多兆，跟这个940兆稍微有那么点这个误差，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这个服务器呢，它是一个大连联通的一个服务器，有点误差是正常的，已经达到一个1000兆的水平。如果你有没有更高的追求的话，其实你也不需要接这个拓展坞，这个拓展坞的成本倒是不高，在拼多多上也就20多块钱。如果说你既想接这个1000兆的有线网卡，同时呢又想外接移动硬盘也不是不行。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已经接了一个拓展坞，这样连接好了。那下面就顺便测试一下这个移动硬盘的速度。好，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测试最终我们得出来读取速度是170兆每秒，写入速度呢是195兆每秒。那注意这里面的单位呢是大 M 大 B。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你可以转换成视频的单位，就是码率。视频的这个码率呢，相当于是读取速度的乘以8，就是1360兆。而写入速度呢，就是195兆乘以8，就是1560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任何的蓝光影片你拷贝到你的移动硬盘里面，这个接口都不会成为你速度的瓶颈。那其实高速读写这个硬盘的过程也就很好的模拟了平时这个播放蓝光影片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功耗呢，从2.5瓦上升到7.5瓦。当然了，即便是7.5瓦，这个18瓦电源也是足够胜任的。那总结下，这款电视盒子呢，我本人非常喜欢，也很满意。在配置方面，几乎每一项都有提升，外观、做工和拿在手里的质感都非常非常好。但是呢，这是因为我的盒子比较多，所以一般人觉得是缺点的地方呢，在我这里可能可以用其他盒子来弥补。那么我们就说一说一般人可能会吐槽的地方。首先在硬件方面呢，缺少一个1000兆网口，而是给了一个过时的100兆。因为 WiFi 的速度几乎可以达到500兆，这样就导致了大家都用这个无线，而不使用这个有线，这其实就是一种浪费。在我看来，还不如花25块钱的成本换成1000兆。也希望厂商呢，下次不要在这个地方挤牙膏了。这也不是什么技术难题，毕竟同样芯片的 Homatics 在2022年就已经做到了1000兆。再来就是对于发烧友而言呢，缺少高级格式的音频直通，比如说次世代音轨或者是杜比垂直地的无损。好了，那关于这个盒子我能解读的也就这样多了。如果有什么没有说到的，或者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